索尼电视的机皇 A95L 使用了一段时间，今天我们来聊聊这款电视的使用感受。这款电视适合谁？客厅多大尺寸合适？以及索尼 A 系列和 X 系列的购买推荐。我们先说外观和尺寸的选择。这次 A95L 比我的 A80J 要厚一点啊，但是整体依然很薄，比 X95 系列要薄很多。正面呢依然是无界全面屏的设计，边框超级窄，和我们家现在使用的这台电视大家一比就能看出差别。支架摆放选择的是落地姿态，这种姿态下电视边框是几乎贴在电视柜上的。支架你也可以换一个方向支棱起来，下方可以摆放回音壁，就属于一架两吃。我家客厅不算大，3米多宽，77英寸算是比较合适的尺寸，没达到电影院 IMAX 那种铺满视野的效果。我之前拍过一台索尼85寸的 Z9K， 那个就真的很震撼了。对于客厅电视尺寸的购买建议，就是买你预算能覆盖得住的最大尺寸，你不要去算什么距离，你就买能买得起的最大尺寸电视。现在这是一个77寸的电视，然后我的视野，我给大家用手模拟一下，我的视野其实大概日常观看是这样一个视野，所以77寸远远没有填充满我的视野，大家不用担心这个电视买回家里非常大，它其实是应该处于一个刚刚好的状态。第二部分我们聊一下画质，为什么这是索尼电视画质的巅峰？索尼电视呢有2条产品线，一条是 A 系列 OLED 的屏幕，优点呢就是薄啊，像素级的纯黑，对比度很高，但是不足呢就是亮度一般。另一条呢就是 X 系列，那旗舰采用了 Mini LED 屏幕，亮度超高 ，HDR 效果出众，但是呢它就达不到那种像素级的纯黑。而这一次的 A95L 它采用的叫做量子点 OLED 的技术，屏幕亮度翻倍啊，直接来到了2000尼特，而且这块屏幕可以实现像素级的纯黑，实现真正的最亮和最黑。我结合实际使用场景给大家测试了一下。第一个场景，白天看电视的全屏亮度，这是中午12点，我家电视呢就摆在客厅窗户旁边，直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观看效果啊。而这是下午3点，这个时候太阳直射进房间，甚至贴脸给电视开了一个大反光，大家能看到吗？就这个反光直接在电视屏幕上，但是就是这种情况 ，A95L 的观感依然清晰。A95L 的防反光镀膜非常的强，大家看一下现在这个它的防反光镀膜，能看到我在这挥小手，对吧？大家现在看啊，当我把我的小手从左边这个电视挥舞到右边这个电视，哎，大家看一下这个防反光的效果对比。但是需要说一下，量子点 OLED 因为它取消了偏振片，所以如果强光照射的话，你会觉得好像没有 OLED 那么纯黑。但是如果是室内光源或者是暗光环境下去看电视，则依然是最纯的黑色效果。第二个场景，超高的可视角度，同一帧画面不同角度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色彩和亮度一致性非常的高，就即使你在家里犯错误，被媳妇儿在角落罚站，也可以获得出色的亮度和色彩。第三个场景，OLED 像素级的纯黑，大家还记得在此之前我测试过的 X95EK 那块 Mini LED 屏幕电视吗？虽然说它能够实现超多的分区控光，但是对于一些比较极限的场景，还是有白色光晕散发出来。而在 A95L 上，像素级的纯黑。第四个场景 ，A95L 的最高亮度达到了2000尼特啊，比上一代旗舰直接翻倍。配合上真正的纯黑，就是从最白到最黑，它的色彩空间大幅的扩展。此前在电视中，因为很多被硬件所忽略掉的细节，现在得以完全的呈现出来。首先，我们来看第一个位置，就是114号这个人，他的头盔的色彩能够明显感觉到，它是一个白色的头盔，它是最突出于整个画面细节的那个人物。然后我们现在把相机拿到 A80J 上，好了，现在大家对比一下。是不是能明显感觉到从刚才的白头盔变成了现在的灰头盔？大家看啊，这个 unlock 这个门 unlock， 对吧？绿色的小灯，然后下方这是一片黑黑的区域。让我们来看一下现在，同样在 unlock 下边，我们往下看，原来这里有一个，这是键盘吧？在刚才的那款电视上，完全我们看不到这个键盘。好了，我先给大家找来了这个《权力的游戏》这一集，是号称全季最黑的一集。你能看到他们2个人的头发吗？看2个人的头发的细节的差别。Sansa 这个小脸蛋儿，红扑扑的。哎，大家看这个，看这个士兵身上的细节。哎，看远处这个位置，看出差别来了吗？
哇，所以说很多同学当时说这怎么黑的一点细节都没有了，其实是有细节的，但可能是因为太黑了，你们家电视展现不出来。刚才我们看的是暗部细节，现在再来看一下2000尼特所带来的超高亮度啊，这就是腾讯视频人的片源，大家不用特别的找，大家注意这个桌上的灯啊，非常非常的耀眼啊，而且注意，因为相机的宽容度它不如我们人眼，所以其实你用眼睛看的话，这个灯内部的玻璃图案细节也全部都得到了保留。第5个场景，特立魅彩 Max 啊，我每次叫这个名字都叫成歌剧魅影啊，给大家对比一下2款电视在色彩上的差别。同样的 HDR 片源，你就知道 A95L 它的色彩表现有多强了。我再次强调，相机所拍摄出来的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画面，色彩表现要远远落后于真实的我人眼观看的效果。真实的效果比大家现在视频里看到的还要强的太多太多太多。所以如果你感兴趣，一定要去线下自己亲自看一看。我给大家对比一下几段 HDR 片源之下的色彩差别。HDR 呢，它不是傻亮，也不是傻黑，而是最真实的还原。就是生活中这个灯有多亮，那在你家电视上这个灯就有多亮；生活中这个火把有多燃，那在你家电视上就会感觉出有多烤。豹子这段视频不瞒大家说啊，我本来就是播放的时候我是在调相机的，这我一抬头，我看哇，这电视这个色彩这个光影吓我一跳，就真的好像有一个豹子，它就趴在我们家电视柜上，然后发出一声当当。有同学说了，那对于普通用户，平常自己也没有时间找那个 HDR 片源，好像对于 HDR 也不是很懂，那这个画质买A95L 是不是就浪费了？首先，如果你只看非高动态范围的这种普通的视频，其实 A95L 和 A80J 的差距它会缩小了，但还是能够看出。大家看这个风骚律师这个片段，当然了，它没有 HDR 片源差别那么大，但是大家要注意，现在3大视频平台高动态范围的片源是越来越多了。你今天你说我可以不看高动态范围的片源，但是过2-3年，可能所有片源全是高动态范围的片源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索尼和腾讯视频还专门搞了一个叫做真正的杜比专区啊。这个专区在老款电视里它现在是不存在的，专区里所有的电影、电视、纪录片都可以开启杜比世界，也就是说都可以开启高动态范围的效果，你根本不用劳心费力的去找资源，点开就是一个杜比世界。索尼这款电视的 XR 认知芯片可以模拟人眼的观看习惯，去对画面主体进行更出色的优化。考虑到电视它可能是一个买了3-5年，甚至5-6年、7-8年都不换的产品，你越往后推进，杜比世界的威力就会越明显的显现出来。这是我体验过画质最出色的索尼电视了。在双旗舰的战略之下 ，A 系列已经跨越过了 X 系列了。A95L 的扬声器呢，依然是屏幕发声啊，这已经是第8代的屏幕发声技术了。这次索尼着重强化了人声啊，去提升它的清澈度。它是这样，利用屏幕作为那个扬声器的振膜，然后在这个位置有一个扬声器，在这个位置有一个扬声器，从而实现左右声道。然后在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呢，有2个低音炮，从而表现低音的表现。See to it that there's a bottle of Cutty Sark in my room every night. And can you see to it that there's a bottle of Cutty Sark in my room every night? Last show's on the 23rd of December, right? Birmingham, yes, it's a Christmas show. Last show's on the 23rd of December, right? Birmingham, yes, it's a Christmas show. 第3个大部分，我来聊一聊索尼电视在使用上的一些细节，这到底是一款怎样的电视？首先，我们来聊一下系统体验。系统层级呢没有广告，这一点依然好评啊！就开电视直接进入系统。比如说我现在要进入腾讯视频，哎呀，那广告呢？什么情况？这今天这就知道拍摄了这么争气的吗？比如说我进入酷喵、优酷，哎呀，这怎么广告都没有了？哎，我平常进的这些应用的时候是要有广告的，比如说芒果 TV 啊，你看这是有广告的，然后我们可以跳过广告。如果我们直接从观看记录这个历史记录里进去，比如说我随便点开一个满江红，我们直接进去，大家看它也是可以直接跳过这个视频平台的广告的，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的棒。然后看电视看到一半正精彩的，然后突然有事儿出门了，这个时候假设啊，模拟大家的习惯，我们先把电视关上。好，现在电视关上了，然后比如说晚上回家，我们重新点开这电视，大家看到了吗？它会从你退出的那个画面
重新进去，没有任何广告，直接进行播放。其实这个体验应该是一台电视最基本的具备的能力，对不对？没想到放在今天居然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卖点。这次 UI 界面大调整啊，菜单都改成了卡片化的设计，更精致也更突出重点。调整音量的界面终于改了啊！之前的左下角的音量条其实很容易让用户对音量大小产生误解，因为它会和底边框联系在一起。现在的居中小卡片明显好看太多了。长辈模式，我想多说一句啊，与其叫长辈模式，更精准的应该叫做极简模式，就是在这个模式下，应用的优先级会更高，系统推荐呢会大大的减少。如果你不喜欢默认界面，你又懒得折腾，那么可以试试这个模式。儿童模式呢会优先推荐儿童的内容，有儿童锁防止误退出，结合 A95L 本身的摄像头，可以实现儿童距离监测，它就会弹出这样一个动画去干扰你看视频。你看整个屏幕都变黑了，你看不了电视了。如果你后退，你就可以继续观看了。如果这几个系统界面你都不喜欢，你也可以安装第三方的电视桌面。我自己现在在用这个 Amton UI， 优点呢就是去除了所有的视频推荐，只保留你自己的安装那几个应用，可以自定义壁纸，你可以自定义应用的顺序。虽然没有早几年索尼电视应用瀑布流那么高效炫酷，但是足够简洁。第二个细节，配件。索尼依然通过摄像头和电视传感器，可以根据用户所在的位置去调整画面的亮度、声音大小和声音的左右平衡。距离远呢，就调高屏幕亮度和声音响度；距离近呢，就调低一些，防止刺眼。你如果坐在左边看电视，它就会增强一点右边的这个声音，实现入耳的左右平衡。这个镜头呢，也可以实现微信视频通话呀，或者 AI 健身啊之类的一些花活，还特意搞了一个手势检测啊，就是你可以通过抬手去识别你的手掌，然后对电视进行一些隔空的操控。这个隔空操作识别呢，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慢啊，这个举着手操控也不是特别的舒适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你有电视遥控器呀，对不对？你有这么一个响应迅速、手感这么舒适的遥控器，你还搞什么隔空手势操作啊？我可以理解，目前电视卷，对吧？市场竞争激烈，你智能交互是一个很大的卖点啊，你不搞点花活，在宣传上是有点吃亏，但是这个功能并不好用啊！最核心的是它很不索尼。顺便我们来说一下索尼这款遥控器，这款遥控器优化之细腻之好用，我真的是大大的好评。日常操作它是蓝牙交互，就是你可以不对准啊，直接就可以操作。但是如果你想关机，变成了红外交互，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对准来进行使用，防止你误触。按钮宽大舒适，回馈力度非常适中，暗光下呢也可以无压力的进行操作。你可以通过语音让电视去寻找遥控器。小薇，帮我找一下电视遥控器。它这时候是和你的遥控器进行连接，然后他说将通过遥控器播放2分钟左右的音乐片段，然后我们来，听见了吗？这个功能我相信对于很多人非常实用啊，这是一个非常棒的遥控器，是一个真正爱看电视的人所设计出来的遥控器。第三个细节。PS5，这是目前索尼电视家族独占游戏增强器全功能的型号啊！我实际玩了一会儿啊，我觉得最实用的是索尼电视自动监测 PS5 游戏，然后设置 HDR 亮度信息这个功能，以及 VRR 功能，以及这个黑平衡，就是你可以把游戏中这个暗部黑色的画面调亮。我不得不说 ，PS5 的游戏画面宽容度还是很高的，而且大家看啊，这个黑平衡它只改变了暗部的亮度细节。但是画面的其他部分并没有因为调节暗部而出现过曝的情况，所以这个整体的实用度我觉得还是挺高的。另外几个功能呢，减少动态模糊，这个插黑针类似于眨眼补帧呢，但是目前有明显的画面闪烁，我是不建议开启的。十字瞄准这个功能理论上来说其实挺实用的，但是目前呢你不能自定义这个准星的位置，很多游戏它瞄准点并不在屏幕中央啊，我建议你增加一个自定义位置应该更好用了。目前这个游戏增强器呢还不是最终形态，国行版本后续还会增加对游戏的杜比世界格式的支持啊，这是独占的 A95L 独占，未来呢还可以自由调整屏幕的大小。以上就是索尼 A95L 的全面实用体验分享啊，从各种意义上来看，这就是索尼电视画质的巅峰。那当然了，价格也挺巅峰的啊。这个77寸这一台呢，官方售价要4万块，39999。另一条产品线的 X95EL 系列的75英寸要比这台便宜了接近一半啊。X95EL 的85英寸也要比这台便宜接近1万块。所以，假如你有2万或者3万左右的预算，我可能会优先推荐 X95EL 的75寸和85寸的版本。没有那么轻薄，黑色没有那么极致，但是呢，它也是顶级画质。可能你花一半左右的钱，但是能获得80%到85%的一个画质。但是，如果你追求的是极致的画质，你追求的是最棒的显示效果，你追求的是上乘的轻薄视觉，你追求的是索尼过去60年所累积的客厅电视技术的终极体现，那么 A95L。只有 A95L 对得起这份期待。
好了，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我是钟文泽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